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暑节气的一些内容。大暑呢是24节气之一嘛，那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暑呢表示的就是炎热嘛，那大暑呢，也就是说这个炎热的气候啊要达到一个顶点。那相对于小暑来说的话是更加炎热的。那在这个时候呢，阳光呢也是照射最猛烈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温度以及湿度都是非常高的，就达到了一个又湿又热的一种状态。那人们所谓的这个桑拿天呢，也就是在大暑这个期间呢达到一个顶点。而这个大暑节气呢，在这个中伏附近。那大家都知道这个3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期嘛。那什么是伏呢？那在有些书籍里边进行了一个解说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伏嘛是由一个人和一个犬组成的，对吧？那这个犬呢是很早以前人类祖先呢就已经把它驯化过了，那是人类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嘛。那这个字呢就像一只犬呢趴在人的一个身边，那随时等候差遣的这么一个意象在里边，所以这个伏有这个趴伏的意思。在这个原始的这个狩猎活动当中这个人与犬呢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嘛。那这个猎人呢带着猎犬嘛出去打猎，那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呢伺机而动。所以呢这个伏呢有这个潜秘隐藏的意思在里边。那通过这个意象呢，又把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这段时间嘛人们都躲在家里避暑，那就把这段最热的这段时期呢叫做这个3伏天。那什么3伏天呢？就是指的这个头伏、中伏和末伏。最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中伏嘛，那大暑节气呢也就在这个期间。那这个夏至节气过后的第4个庚日就是这个中伏的首日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3伏天嘛，这个头伏、末伏它都是10天，那中伏呢这个天数是不固定的，有的时候是10天，那有的时候是20天。因为这个属伏主要是根据这个庚日来进行一个标记的。那按照这个传统的历法里边有个这样一个说法，说的是在这个立秋过后的第1个庚日呢是末伏的开始，那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中伏的时间的长短不一。那所以呢也就造成了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的是这个秋后有一伏的这个说法。大暑节气有哪些物候现象呢？那也是分为3候嘛。这个大暑1候呢是这个腐草为营，大暑2候是这个土润入暑大暑3候呢是这个大雨时行。那大暑1候呢，这说了这个腐草为营说的是在这个大暑期间呢雨水增多嘛。那这个降水以后呢，就会使这种这个地里的这个腐草慢慢的这个腐败嘛，就是植物的叶片腐败以后呢，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萤火虫在这上面飞来飞去的找食物。那这个2候呢，说的是这个土润入暑嘛，说的这个时候这个天气是又湿又热的。那但是在这个天气下呢，是非常适合一些喜水的这种，比如说稻谷类这种植物的生长。那这个3候呢，就是大雨时行，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在这个大暑期间呢，这个湿热这个气候交替进行呢，是天空当中这个雨水呢是非常容易形成的，也就是容易降雨的意思。大暑节气有哪些传统的习俗呢？有这个送大暑船。那怎么个送法呢？说的是这个人们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嘛，做这个3桅的帆船嘛。那在这个船内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祭品嘛。那装满以后呢，由这个几十个人轮流的抬着这个大暑船呢，在街道上进行游行嘛。那街道两旁也站满了这个祈福的人群嘛一路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那最后呢，这个船呢会被送到这个码头上。那在这个码头上呢，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祈福仪式嘛。那最后由这个渔船将这个大暑船呢这个拖到这个海上去，然后呢将这个大暑船点燃，那等它这个燃烧嘛，任其沉没。那人们呢就通过这种方式来祈求一个什么五谷丰登身体安康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另一个大暑节气的这个传统习俗呢是这个晒伏姜。那说的是人们在这个3伏天的时候，那将这个生姜切片或者是汁水嘛，那和这个红糖呢搅拌在一起，那装入容器当中，那蒙上纱布，那放在太阳下进行晾晒。那待这些东西完全融合以后呢，
说的是可以食用嘛，说的是可以对某些病呢有一定的疗效。喝茯茶啊，也是这个大暑节气的另外一个传统习俗啊。顾名思义嘛，喝茯茶就是3伏天喝的茶。那这种茶水呢，是由这个什么金银花呀、夏枯草啊、甘草啊等等10多味这个中草药嘛煮制而成的一种茶水。那据说呢是具有这个清凉去暑的作用。那据说是在古代呀，很多这个村里边的人呢，都会在这个村口呢，这个凉亭里边呢，摆放一些这种茶水呢，供这个来往的路人呢免费饮用。那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和大暑节气对应的72候花信封。这个大暑1候呢是茉莉花，大暑2候是这个凤仙花，大暑3候是素心。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大暑节气知道的内容呢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那如果你知道其他的关于大暑节气的内容呢，也可以分享告诉我。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也可以给我点个赞。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